当世界票房第1的《阿凡达》失去特效后，那会发生怎样的尴尬瞬间呢？我收集了13个令人惊叹的场景，等看完后，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第一，从树叶中喝水。作为潘多拉星球的一份子，尼特利过着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从树叶中喝水。但由于导演卡梅隆喜欢依靠技术的创新，所以这一场景的拍摄方式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当时佐伊·索尔达纳被要求拿着一个灰色的塑料装置，从而来模拟树叶，随后叫工作人员再拿着一个贴满胶带的水瓶来模拟从树叶中流出的水。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它为电影魔术。 It's the most high-tech film in terms of its execution. 第二，杰克与尼特利接吻。在现实生活中，你也许有过尴尬的接吻，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萨姆·沃辛顿和佐伊·索尔达纳那么尴尬。虽然电影中可以通过 CGI 技术，从而使得场景浪漫的展开，但在背后，沃辛顿和索尔达纳不得不穿着动作捕捉服亲吻，而且脸上还布满了绿色的圆点。这样一来，角色身体上的动作就会更准确、更真实。第三，坐骑。在天空中飞行的魅影，无疑是《阿凡达》中最激动人心的动作场面之一。为了让魅影火起来，制作部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CGI 特效上，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活物。不仅如此，其实拍摄杰克坐在魅影身上飞行的画面也是很艰难的。当时萨姆·沃辛顿被要求固定坐在一个可移动的塑料机器上飞行，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穿着动作捕捉服，而且还得经历被甩来甩去的痛苦，类似于游乐园玩的过山车。See them flying these things, they are working hard. 第四，尼特利大喊大叫。每当电影中有人叫喊时，他们的情绪总是会显得很强烈，但当像尼特利这样的蓝色皮肤外星人叫喊时，那就更强烈了。You will never be one of the people! 尽管索尔达纳装束的动作捕捉服和塑料跟踪仪看起来很喜感，不过他的怒吼仍然相当吓人。为了让尼特利的其他部分更真实，制作人员还添加了额外的 CGI 涂层。如果你也在电影中饰演了一位角色，那么肯定不会想要经常拍照。I at least have no idea that I'm wearing this. I feel like I'm blue and I'm 9 feet tall. 第五，闪雷兽的攻击。在潘多拉星球的丛林中，杰克对抗的第一个危险生物是凶猛的闪雷兽。虽然闪雷兽在屏幕上很吓人，但在添加 CGI 之前，这个生物并不是很好看。通过幕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实际上闪雷兽就是一个放在棍子上的红色网球，它全程由工作人员拿着。所谓的闪雷兽攻击就是拿起棍子冲向演员。如果纳威人能知道怎么控制这个红色的网球，那么他们在潘多拉星球上的生活可能会容易很多。第六，上校的机甲。阿凡达的大反派迈尔斯上校与其他需要电脑特效的角色不同，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类。许多观众可能会认为上校的机甲套装是靠 CGI 特效合成的，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机甲的主要核心设计都是真实效果。不过手臂和显示屏在后来加入了额外的 CGI 工作，这也使得机甲的性能更强大，最终让上校成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反派。有传言称他将会在续集中回归，而且还可能会重新穿上机甲。第七，西格尼·韦佛。卡梅隆很擅长与之前合作过的演员再次合作，西格尼·韦佛就是他带来的其中一位。韦佛在电影中扮演格雷斯，这个角色不仅要扮演人类，还要扮演纳威人。即使他在纳威形态中，格雷斯也穿着通常人类的衣服。通过幕后可以看到，为了让角色更逼真，韦佛仍然必须穿着动作捕捉服。从异形到捉鬼敢死队，西格尼·韦佛显然在科幻电影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第八，重铠马。在阿凡达的拍摄现场，动作捕捉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人类演员，他们还对真实的马使用了干项技术，并且身上同样装配了许多圆点，几乎和人类演员的需求是一样的。做这么多只是为了能让电影在视觉效果上更真实。当这些马被带到摄影棚时，卡梅隆会利用特殊技术拍摄骑马的动作，这样一来，演员们就可以在拍摄过程中充当他们的 CGI 替身。也许在以后的续集中，这些马还会继续扮演其他的动作捕捉角色。第九，攀登漂浮的岩石。尽管阿凡达中使用了大量的 CGI 技术和动作捕捉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员们的特技表演就会减少。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每当我们看到纳威人爬上潘多拉星球的藤蔓时，卡梅隆都会让演员们在幕后爬上一个类似的结构，他们都得穿着动作捕捉设备，到最后再来添加 CGI 特效，但这并不能说明攀登不危险。第十，杰克成为纳威人。动作捕捉并不是每个场景都可以用的，尤其是在录制杰克第一次变成纳威人醒来的场景中。当时卡梅隆拍摄了一张空床和几位演员扮演的人类医生，但在 CGI 的特效下，他们能够看到这个电脑合成的角色。第11，声音之树。声音之树也许是阿凡达中最华丽的布景之一，但在幕后没有 CGI 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些神圣的树并没有什么好看的，甚至还很丑陋。我们可以看到，制作人员只是用了一些灰色的绳子来代替树枝，这些材料会呈现给杰克，最终再通过他的演技和特效，就有了我们看到的效果。第12，纳威部落舞蹈。卡梅隆一直都会在电影中展示一些主要部落的习俗，这4名演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困难。演员们最终不得不穿着动作捕捉服，还要记住纳威部落的舞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为了更还原纳威族的文化。第13，
直升机飞行。实际上在拍摄这个场景时，卡梅隆和他的工作人员有更准确的直升机模型，但有些时候模型并不是完全够的。为了让拍摄继续进行，卡梅隆在布景中用了一把类似金属的椅子代替，从而使得工作人员可以在里面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捕捉吹在演员脸上的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在前面放着一个大风扇。你还知道有哪些失去特效后的尴尬瞬间吗？可以在评论区聊聊。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见。